当格斗家遇到持刀歹徒，能否活命？在狭小的空间，就算是 UFC 职业选手，他的生存几率到底有多大 ？UFC fighter, BJJ black belt, Shaolin disciple, karate black belt, Muay Thai expert, and a regular person, all locked up in a room with a knife attacker for 20 seconds. 在国外有这么一个综艺，选了6名非常能打的选手，戴上护具和拳套，穿上象征人体器官的衣服，在狭小的空间直面持刀歹徒。每个选手5条命，6位选手30条命，每次对战时间20秒，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可以活下来。电影里的空手夺刀和网上的防身术到底能不能实现？废话不多说，欢迎来到硬汉减速带。第一位选手杰夫城，前万冠军赛职业选手。大家记住了啊，穿着黑色头套的是歹徒，杰夫城用的是防身笔对战持刀歹徒。不到10秒钟的时间，杰夫城已经身中6刀，歹徒的刀也掉了。打斗间，歹徒又捡回了刀，继续捅杰夫城。杰夫城虽然摔倒了歹徒，但是20秒钟以后，杰夫城已经中了20多刀，而且有几刀是致命伤。在这20秒钟时间，杰夫城是毫无生存可能，直接挂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杰夫城的第2条命能不能活下去。在第2回合中，杰夫城改变了战术。比赛一开始，杰夫城就用高扫腿上头，看一下能不能减缓歹徒的移动能力。这个歹徒也是非常的凶狠，对着杰夫城的肚子就捅上去。现在已经中了4刀、5刀、6刀、7刀、8刀、9刀、10刀、11刀、12刀、13刀、14刀、15刀、16刀、17刀、18刀、19刀，差点把我给喊岔气了啊！杰夫城也没有什么办法，当做断头台。但这个时候已经身中19刀了啊，也是毫无生存可能，应该是。下面第3回合，选手们是可以拿一个包来防御。好，我们来看第3回合，杰夫城能不能活命？这个包是可以用来砸，也可以用来防御。有了包的加持，杰夫城正蹬，然后来控制距离。虽然蹬掉了血，但是好歹给自己找到了一些空间。杰夫城把歹徒摔倒，来到齐称位，现在是中了1刀。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，杰夫城成功使用十字固降服了歹徒。第3条命，杰夫城终于活下来了。所以说，在关键时刻，一个包也可以挡住很多伤害。下面是第4名杀手，第4关可以找一些泡沫箱来防御。杀手的速度很快，杰夫城已经身中5刀。两人现在来到地面。来到地面以后，杰夫城是完美控制住了杀手，并没有中刀。但是从慢镜头可以看到，杰夫城有2刀是插中了内脏，最终也是不治身亡。大家如果觉得这样的视频比较有意思，记得给老北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一个视频看完，你们可能几分钟、10几分钟，但是老北要做5个小时甚至10个小时。有条件的一键3连或者点个小红花支持一下，感谢大家。第5回合一开始，杰夫城就中了5刀啊，这个第5回合又危险了。杰夫城死死控制住这个刀，歹徒抢回刀继续捅。现在杰夫城已经中了6刀、7刀、8刀。杰夫城想做背后裸脚，但是又被插了1刀。好，第5回合比赛结束，最终杰夫城身中12刀。杰夫城的5条命最终只活下来1条。第2名选手蓝顿是一个比较资深的少林弟子，虽然从来没有打过比赛，但是他的训练强度也是比较高。我们来看看他能活多久。从身材上来看，蓝顿也是比较壮实，戴的是分指的馒头拳套。当然他们的刀也是道具刀，前面涂了油漆，然后插中的话也是有这个记录。好，比赛开始，蓝顿后撤左右摆拳攻击，歹徒把蓝顿顶在笼边。蓝顿现在已经中了几刀了，蓝顿的左右摆拳非常的重，歹徒直接被打懵了。然后这一回合是蓝顿活下来了。歹徒说他刚刚冲上来的时候已经中了2拳，那2拳就可以足以把我给打晕，说明在率先的暴击情况下也是有可能打晕歹徒的。蓝顿现在是拿下的第1血，这也是所有的比赛中歹徒第一个主动放弃的回合。我们接着来看第2回合，蓝顿能不能活下去。蓝顿继续采用后撤摆拳的战术，但是这个歹徒的手速很快，这个时候蓝顿已经身中数刀、10几刀，基本上已经活不下来了啊，20刀了。第2名杀手蓝顿身中28刀，直接挂了啊，这个说都不用说了。第3回合再开始，蓝顿选择不用包，继续用摆拳，看一下怎么样。这个歹徒很凶，已经捅了10几刀了。最终15刀，蓝顿成功毙命。第4回合继续，蓝顿先躲在这个障碍物的后面，先拖延时间。
歹徒冲上来，蓝盾依然暴击，后直前摆打中。歹徒说这2拳我就已经废了。蓝盾再一次拿下第2血。下面我们继续第5回合的比赛。蓝盾被逼到角落，歹徒冲上去直接捅。歹徒像个狗皮膏药粘上来，现在蓝盾已经中了10几刀了。最终第5回合18刀把蓝盾送走。今天的第3位选手乔丹·普雷辛格，巴西柔术黑带。第1回合比赛开始，乔丹主动来到地面，此时杀手已经割了乔丹2刀。在地面的好处是可以延长和杀手的距离，但是大腿部分也是有动脉的，也是非常危险。你们看啊，如果没有练过柔术的，就是对手躺在地面你都近不了身。最终乔丹身中5刀，但是因为这个刀伤并没有切到大动脉，所以说乔丹活下来了。第2回合比赛开始，乔丹依然采取这样的战术，杀手开启了疯狂的斩腿战术。这时候乔丹已经身中5、6刀了。乔丹想锁腿，但是这个时候大腿被扎了几刀，这个有危险的啊，已经扎了13刀了总共。乔丹现在起身，但是这个时候应该已经血流不止了。通过慢镜头的回放，乔丹的大腿大动脉被割伤，所以说乔丹这一次是没有幸存，直接就挂了，血流不止。所以说这样的综艺还是比较尊重事实的。第3名杀手登场，乔丹的这个包也没什么用，已经中了几刀了。乔丹的巴西柔术虽然很强，但是柔术是近身的运动，一近身的话就会挨刀，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啊。乔丹已经10几刀被捅掉了，肯定是已经挂了啊，没有任何生存的可能。第4回合比赛开始，这一回合乔丹脱去了头套，乔丹利用障碍物来控制和歹徒的距离，看看能不能躲得掉歹徒的攻击。时间已经过去一半了，歹徒冲上来一刀扎中了乔丹的脸部，啊，这个非常危险。刚才虽然他不戴头套的，在搏斗过程中踢掉了歹徒的刀，最终只中了1刀，但是那一刀是扎中面门的啊。我们看一下裁判怎么判。慢镜头回放中啊，这一刀是直接扎中了头部，裁判认为他也活不下去了。第4回合，乔丹直接也挂了。接着看第5名杀手。乔丹依然采取相同的战术，这个时候这个杀手啥都不管啊，直接割你大腿。在打斗的过程中，歹徒的刀被踢掉啊，这个时候就进入了乔丹的主场。乔丹第5回合满血拿下持刀歹徒。UFC 前职业选手纳塔遇到持刀歹徒能不能活下去？